心驾一路斜行，接上式白额亮翅。好，小肚逆缠，右手立圆，同时左手领腕，画平圆螺旋，身法微向左转，松右胯，左手顺势顺缠，上蓬接手，重心左移，摆右脚脚尖，前蓬重心右移，领左膝，松右胯，对拉开步。好，立圆，小肚顺缠，领手螺旋，左手逆缠，右手顺缠，盖掌抱球，上下对穿翻胯，蹬右腿，左手沿左膝内侧变勾手上提，右手合于胸前，推掌外蓬打开，还原下沉定式。好，换个方向，白额亮翅，变斜行，小肚逆缠，螺旋领手，右胯相合，白掌接手外蓬，重心右移，两手捧掌，松右胯领左膝，对拉开步，小肚顺缠，带动两手走立圆，松右胯，盖掌抱球，翻胯穿掌，蹬地勾手上提，右手合于身前中线，推掌螺旋，外蓬下沉定式。好，心驾一路斜行。下面跟大家去讲解动作细节。好，心驾白额亮翅，两手在画圆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可以从近距离观察一下，它的动作在身法运化的时候呢，不再像咱们平常练的一样是小肚顺缠，它是一个小肚逆缠。在画弧线的同时呢，我们要记住啊，这时候右手离小肚的距离属于一个较远的距离，所以在小肚立圆的过程当中，手的运化肯定是一个节节贯穿的过程。有很多同学呢在这里做的是一个错误现象。错误现象是什么？就是手放在这儿之后，采用的方式是蹬右腿，将手向上去引，以指尖的穿掌，随后再通过松右胯放松下沉。这是一个通过稍节的根部力量来进行蹬地上起的一个力，这样你整个身法是会向上浮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打表演，你打这样的身法是一个非常合适的身法，但是如果我们在练功的时候呢，尽量要选取以小肚为螺旋的一个运化。小肚的运化方式是从右向上，向左，向下，再回到右边，是一个完整的逆时针立圆，然后推动咱们的重心向左脚去移动。那同样右手也是一样相同的运法。我们之前讲过，小肚的顺缠和小肚的逆缠，它带领手的运化方式也一定是不同的。当小肚顺缠的时候，我们的手一定也是顺缠的去走立圆。那当我们的小肚逆缠了，那我们的手也一定是逆缠走立圆。但是呢，大家可以通过这种平掌，平掌去练出来这种螺旋，反方向。但一到了立掌的时候，同学们就会有点迷惑，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画。来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几个配合点。第一，松右胯，身法微向右，同时我们的右手自然而然的微向右领掌。当小肚开始往上，然后自然而然的带动右手开始向上去折腕领手，好像在摸一个小球一样。然后再向左，手腕自然领到最上方，再向右放松下沉，手随着身体的小肚螺旋带动出来抹了一个立圆。手的运化，很多老师在讲解的时候推广简单的过程里都是让大家去领大指，说手这样做一下1、2就可以了。实际上它的这个真正含义不是为了让大家把大拇指立起来，而是让你去通过这个手在摸，通过逆时针缠绕，让手腕带动手掌
啊，侧面看一下，让手腕带动手掌去螺旋抚摸一个球体，360度从外向上再到里这样的一个力圆弧线。那我们如果把小度跟它结合起来啊，力圆弧线松胯摆掌，就形成了我们的手和小度螺旋时候的一个配合。那同学们又好奇说，老师，右手我学会了，那左手呢？左手的运化方式其实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，因为左手在走逆缠螺旋的时候，它是一个和身体比较近的啊左手。那么我们小度的力圆肯定是带着左手，小度怎么走，哎，手就怎么走，所以它就会出现这样的身法：小度走逆缠，带动左手往左逆缠外蓬；小度往下走，往右螺旋，带动左手再走逆缠向内相合的平圆。所以整个手抹出来以后，它更像是一种平圆螺旋啊，平圆螺旋。它不像右手一样走了非常明显的力圆啊，但是呢，手能不能完全走平圆呢？也是不能的，因为毕竟咱的小度走了是个立体弧线，所以左手也是要有一种类似于抹平圆，但是这个平圆是一种斜向的啊，带点立体的这种感觉，对不对？带点立体的这种感觉，不管往右转啊，从左往右还是从右往左，对吧？咱们都得找到这种感觉。所以左手的领就一个重点，把放松做好，让左手和右手形成一个随小度力圆产生的交错性连续的左右摆掌。这个时候手连在一起，是不是身法就产生了螺旋了？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？我们的身体并没有因为我们做这个领掌而产生站直的情况，只是非常正常的平行于地面，小度力圆螺旋摆掌相合。所以大家这个地方明白了吧？新架一路如果以功法来练习白鹅亮翅，在走力圆和领掌的时候是不会出现蹬地起身上浮的一个动作变化，这个需要大家多练练。好，那么接下时大家还是从正面看，当我们摆掌接手到位之后，重心蹬左腿来右移的同时，两手顺势外蓬。这里面有没有当走后弧呢？有，但是不多。很多老师可能在这个地方是直直的向前捧手，这个过程里面就显得这个劲法没有走螺旋了。所以左胯一松，当走后弧，重心右移，顺势外蓬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好，再松右胯，右胯一松沉，领左膝，提左腿，好，对拉开步。当我们开步的过程里面，这个身法是不是形成了一个上领手和下开步的对拉，对吧？这个对拉和老架里面的身法差不多相同的，但是到这儿又开始了啊，小度又产生了顺缠。咱们的两手只要在身前，小度顺缠的配合是什么？左手是左胯相合，向上螺旋带动左手啊，产生的这个身法和手的节节贯穿。你看，小度往左，小度往上，手往左；小度往右，手往右到最上方，然后小度往下，再合到最下。所以连续起来，小度是画了一个力圆的。两手都在这儿，左上右下。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，很多老师可能觉得说，老师，那新架里面这个领手有很多种动作的变式，你看还有这种的摆掌穿翻提膝蹬腿摆掌打开，这个也是表演当中的。两手随着当胯的左右螺旋，带动两手的左右横摆掌这也是表演当中里的。那么我们想要做好的一定是小度力圆传统的功法，是不是？那大家注意看肚子，从左向上向右螺旋下沉的过程当中，它手上的动作是这样子的，看小度顺缠，左手与右手先领小力圆，到小度到右侧相合落胯的时候，形成了左手逆缠盖掌，右手顺缠托掌的身法。小度画了一个完整的，你看完整的
立圆下沉。咱们之前讲过，在太极拳当中，心架里小度不可能只是画一半。你看，很多同学说这个地方好理解，因为到右边以后，右胯螺旋向下松沉，就带动身法向右螺旋旋转，左手盖掌，右手托掌，这个圆都理解。那到这儿为什么要翻一下胯？很多同学不理解。这里呢，之所以翻胯，是因为咱的小度从左往右到下沉的时候，它形成的是左手盖掌，右手托掌。那它这转完了没有？没有，还有半圈，对吧？所以剩下的半圈，它就通过小度继续由右向左向下去螺旋，就形成了，抱到这儿以后，小度转着带动螺旋，产生了身法转关，从一个右侧斜前方顺势转到了左侧斜前方的身法，才形成了这种带动右手和左手。你看身法左转，左肩向前，左肩向后，右肩向前，所以合到这儿以后，身法一转，左手按掌，右手上穿，对拉打开，蹬地，勾手上提。这时候是不是就正好联系到了咱这个小度顺缠的过程？从左往上往右带动两手盖掌相合，从右往下往左带动身法翻胯转关，蹬地，当走下弧。这里面不是当走后弧，当走下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咱的左手勾手，它是一个在膝盖前方上提的动作。如果从后弧的话，你看当走后弧，你到这儿肯定要合左胯了，对不对？那左手又从膝盖的前方环过去了。心架里面的左手勾手，它是在膝前方上方提起来，然后顺势推右掌，螺旋打开，形成了亮相定式。勾手没有后弧线所以就不会出现当走后弧的现象，对吧？那最后这个右手摆开，你看折叠领手，很多人说老师那右手是怎么开的？看好啊，右胯此时一松，身法是不是就螺旋变化了？很多老师也是到这儿喜欢拿右手去推掌，右胯不动，实际上它是一个蹬完腿之后，右手合于身前中线，右胯轻轻一松，带动右手摆掌外蓬，那就会出现那种很多的不同的表演形式。你看有的老师做的夸张一点，一推出去之后，右胯一松，这种身法的高低变式，它就会产生不一样的这个表演形式。那咱们一定是身法中正，立身自然，形成与地面基本上是平行的身法螺旋，不要有那么重的表演意识。心架也是一个功法，传统功法。